Hello，大家好我们开始本期视频的分享。本周的指数其实整体走的还是比较跌宕起伏的吧。正如我在前面本身视频里面去做的一些预计，那其实本周在周二的时候指数有一个大幅的下跌，但是后面3天实际上是做了一个整体的修复。这中间呢，其实我们待会可以详细去讲一下它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港股其实本周整体走的还是比较强的虽然最后周收了一点小跌幅但实际上整体的指数也基本上把底部都探明同时比较精彩的就是 A 股A 股本身整体的上证其实还是收阳的创业板微跌了一点点，但实际上过程中的这个指数包括相关的 ETF 大幅的赎回，后面呢会针对这些东西肯定给大家去做一些分析，以及做一些未来的知识的一些展示。那我们开始今天第一部分的分享呢，就是各大指数首先呢，标普实际上最后的走势实际上是周五的时候收上了那个平台的这个支撑位就6910这个位置，但是整体的这个周的这个 K 线来看的话，其实它已经有弱势的区别，它周跌幅有0.35，基本上虽然不是很大的一个跌幅，但是它已经收在趋势线之下呢。其实到下周开盘大家已经能看到6930的6935这个位置它已经跌破了，并且收盘收下来了，所以在下周的时候正常情况下它还会要往下走还是要往下走的，就是调整并没有结束，这个调整并没有结束我们还是维持原来的20分可能会标普会有一个比较升幅的调整，比较大一点的调整，所以在这个位置大家可能还去做一些仓位控制并且下周，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纳指纳指实际上比标普走得更弱看它这个趋势线根本都没有涨上去它第一天跌幅已经快摸到这个平台支撑就2270这个位置就是周二因为周一本身休市了，那周二本身直接跳下来，那其实它反弹的时候也都并没有去过这个压力位所以这个压力位对它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如果周一往上冲它也是要往下的，周一如果说在休市地开的话，那其实这个反弹就结束了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些权重股就科技巨头的权重股，其实在本周的表现除了微软和 Meta 稍微表现了一下，其他的基本上表现都是一般的，待会儿我们可以去讲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实际上周一周二可能还是有压力了，要往下走的压力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在这个位置我们不建议太多的仓位，因为6900这个位置其实是在高位震荡了很久了，可以看一下，所以这个平台上震荡了好久了然后这也是第二、第三次站上这个0.9这个位置了，所以在这个位置大家还是保持一分警惕并且大家现在发现呢，就是说特朗普本身对股市的在意程度还是比我们想象的更重可能格林岛的本身的这个关税威胁其实也就2-3天就撤销了周一发出，周二其实周三就撤销了然后又说达成了协议在这个过程中后面可能还有反复其实这个协议可能丹麦或者其他的欧盟呢，其实可能还现在相互在较劲包括特朗普搞了个什么和平什么像类似于和平联合国的一些东西，会员国这个其实也并没有多少个国家去参加，主要也就中东的19个国家可能有参加，其他的国际国家基本都在还在观望所以这个大家发现本身经济的一些贸易现在变成了政治的一些手段所以导致整个的这个交易成本可能会越来越高虽然说上周本身美国本身的 GDP 的数据其实也超越大家预期比上个季度可能的公布数据修正后的数据是 4.4 还要高0.1个百分点，并且其实从另外一个机构的预测，下个季度本身美国的 GDP 的数据预估可能达到 5.4%，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据你想想中国本身现在的 GDP 保持比较的高的增长，也就 5% 的增速沿着上周刚刚公布的那其实美国的这个体态如果有这么高的增速，那其实随之而来的就是通胀肯定会延续并且会往上走因为这么高的经济增长其实不产生通胀是不可能的，如果通胀高走，其实大家对降息的预期可能又会减弱实际上就是说对本身的这个资金的本身的这个流动性的影响，其实大家还是有一担忧的
然后还有就是，本来上周是要宣布美联储新任主席的，但实际上，由于其他的事情可能也并没有宣布啊，在下周可能会还成为一个干扰的因素然后现在反正也有消息说本身美国在调兵去伊朗，那下周是不是有可能跟伊朗可能要再动手？这个事情可能也不知道。其实下周还有一些重要的财报，比如说特斯拉下周三的财报，然后 Meta 也是下周三包括微软下周三的下周四的财报，其实都会直接影响的这个整体的指数的表现指数的表现。你可以看一下本周2个重大的财报，一个是奈飞奈飞的财报其实跌出来开出来后就也是直接跌了5个点现在之后是有收回然后英特尔的财报本周的财报之后跌了应该是17个点了，基本把前面的涨幅可能一天就跌完了但是这2个财报其实可能对本身指数的影响没有想象那么大。你看周五的时候收盘还是红盘的，还好吧。但是如果说是特斯拉和Meta 或者是微软的本身的财报其实现在大家可能关注的实际上是他们本身对本身后面炒作方向的这个影响。因为现在硬件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英特尔的这个核心的大跌实际上是指一季度的预测是不尽预期的那其实是大家本身对AI 硬件相关的东西可能会产生一些悲观的预期那像 Meta 微软实际上更多的实际上是包括特斯拉实际上是相当于是 AI 应用AI 软件本身的一个情况，所以特别是微软其实就可能看出了 AI 软件本身在这一轮的本身的这个 AI 市场里面本身的收益情况到底怎么样就决定了后面本身可能去炒作的方向但是我可以说一下，就是说周三周四的时候财报即使出来是跌的也是可以去抄底的，只要他们财报出来是跌的也可以抄底。核心的原因实际上是 Meta 跟微软或者是其实都是跌幅坐在低位你看微软实际上已经这本都又创了新低如果没有周五这个阳线，其实它周线也收得很难看并且在这个位置其实周 K 有抄底买入信号你结合前面本身的周 K 的所有的抄底信号，其实微软都是可以到了买点了包括我在上周讲的时候，如果跌破450可以去买点的跌破450可以买点。其实之后在周五的时候一根阳线就把它收起来了包括 Meta 也是一样Meta 也是一样。其实上周我也说了，就说它靠近这个590这个附近的时候，580这个附近的时候，它可能形成双底并且这个底部比这个底部比这个底部高所以在这一天的时候我也说了它实际上是可以去做买入的。就这一天的时候分时，我说分时是可以做买入的周四的时候实际上在群里也说过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标普的这个或者纳指都一样在这一天呢，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日线双底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4月份的时候就是关税的时候砸了一个巨坑所以它的这个技术形态基本都比较相似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基本上这个底部它再跌破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所以只要财报还 OK 的话它下周可能要在这个地方去整固一下好，那我们再看一下香港指数香港指数至于前面说的时间是本周最大的助力来于内地资金本周其实内地资金后面连买了3天应该是周一开始就开始跌买完了，每周至少买了50亿每天至少买了50亿。当然这周五的时候可能有小幅的流去了，比如说10几个亿，但整体的实际上是什么？基本上把26000这个位置就是我前面也说了，就是26000附近的这个位置，这个低位已经探明了，所以后面本身还是要往上走的。就是说，虽然它本周可能有0.45的跌幅但实际上后面往上走还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恒生科技也是一样，它实际上也是把5700这个位置摸了一下又探破了，然后又往上走了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它的走势比恒生指数走的比较弱就香港的科技里面可能要重新选一选香港的科技里面指数肯定要重新选一选，因为最近本身像走的比较好的可能也就是中芯国际，可能还有阿里巴巴有本身平的哥上市的这个预期可能往上走了一下。那像腾讯或者是小米其实的走势都不是特别好包括美团这些科技股权重的指数
啊。但是港股里面本周其实走的比较好的一个就是泡泡玛特这个新消费还有本身财报研报对它本身回购预期的影响，所以导致本身把恒生指数其实打的会更多一点，但是恒生科技指数走的还是一般的我们再看一下 A 股。A 股这3周其实我也分享了，就是说基本上本周所有的走势都在预期之内，因为所有的指数甚至没有跌到4050这个位置。其实我前面说了，就在春节之前，它基本上应该在4030到4200之间的这个波动本周其实延续上周本身国家队本身对整体的这个节奏的把控对节奏的整体的把控这17天2周以来，其实大家如果有看统计的数据的话ETF 应该整个被赎回了将近5000亿大家可以回头去看一下整个的这个数据就是说沪深360或者是科创 ETF 等等上证 A50 ETF 等等这些东西，包括甚至中证的 ETF， 其实在2周左右吧上周卖了3000亿这周卖了2000亿大概将近5000亿的这个资金赎回了大家可能也在想这个5000亿到底被谁接走了？为什么就国家队长赎回了5000亿，其实指数并没有跌因为本周上证实际上还是微涨了一点点0.84并且收盘站稳了4000亿收盘站稳了4000亿在这个位置，我觉得第一个国家本身降温的这个姿态是比较明显的，那实际上对监管的这个趋势也是很严的本周有很多的甚至大 V 的这些账号都被暂停了，并且本周还有一些重磅的罚款，就是基本上操纵股市的是5年可能赚了5个亿之后一下子罚了10个亿就5年白干了。所以在这个位置本身国家对这个股市的呵护的这个心态还是非常明显的那其实在这个位置可能下周其实股市现在的资金时间活热的程度太高了并且资金量也是非常大的在 A 股里面，现在我觉得实际上大家可以不用太关心指数指数我觉得实际上是由国家队去掌控的，你去这些股票你可能现在买的概率也小，比如说像现在银行，那现在已经连续跌了好久，包括保险包括证券这些是国家队筹码是最多的。那在这个位置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些中小盘的科技股或者也是做一些题材 A 股里面去做这些东西，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包括周五发酵的太空光伏那下周可能还是一个延续方向，但你去追可能也没必要，你可以做一些埋伏，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设备或者是锂电池相关的一些东西光伏电池等那些东西比如说像什么先导智能等等这些股票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说因为前排的这个太空光伏其实在周五基本上应该都涨停的大家可以想一下，本身上一次马斯克说的脑机接口的事情，其实能投票可能连涨到5个半但是像这次太空光伏其实可能比脑机接口本身的产业链要大得多，容量要大得多，并且在国内本身有实际的，国内这部分是有实际的业务，并且有技术领先的如果你去看了马斯克本身的采访呢，也就知道太空光伏所以说光伏的这个行业实际上已经被中国穷文能做的全做完了所以实际上他对中国本身光伏的这个认可度行业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下周可能这个板块方向还是延续然后商业航天这个板块虽然周五有部分资金出逃但实际上商业航天这个板块我觉得后续还是可以去它继续新高还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还有很多事件并没有去兑现你可以来回去考虑去做好吧。再看一下创业板，那创业板本身的整体的指数其实在上来也说了，它可能先去回踩一下那回下到3230这个位它也就马上起来了，并且回到趋势线，并且创业板的指数其实走的应该比上证还会是要提前一点点其实最强的指数大家回来要看的就是深成指数看到没有它基本上也很快就上来了，调整一下可能更快就上来。所以在这个位置如果你没有很好的就个股能力的话，那你去买一些比如说大跌的时候去买一些深成子的 ETF
深层次的 ETF 啊，或者是创业板的 ETF 啊，大跌的时候啊，再去买一点，其实比上证可能拿的要舒服很多。就买创业板或者深层次的 ETF，取舍是如果在大跌的时候，在大跌下来的时候啊，那在这个位置可能大跌的概率也比较小啊。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去做一些选择。那下周我觉得整体的指数走势，春节前可能还是会向上拔一拔的，还是要往上走的啊。虽然资金压制的比较厉害，但是我觉得现在资金的热情啊是很难短期内把它浇灭的。只要成交量在2.5万以上，整个的市场的热度还在啊。其实股市里面都会走出两个极端的这个。就像前面国家队怎么买你都不信一样，现在是国家队怎么卖你也都不信。其实它会有一个情绪的转折点。现在的这个5000亿的这个卖出，其实是有一大部分是融资盘接掉的啊，至少有将近理论上至少有将近一半的资金啊是由个人融资盘接掉的啊。其实上周五也说了，国家队卖了3000亿啊，正好对比有。那一周大概融资盘的余额增加了1200亿，也就有将近一半吧，是由个人散户融资盘接掉的。那今年卖了5000亿里面，我想可能也至少有将近2000亿是由融资盘接的。其实你可以看一下融资盘的余额还是增加了，也增加了2.7万亿了啊，上周才是2.64吧，2.64吧，也就这周本身又增加了600多亿。那什么时候这个东西当融资盘快速下降的时候，啊，就大家去关心了啊，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杀跌的开始啊，就是因为现在本身融资盘都是可能还是赚钱或者是微亏的状况，大家都是能扛的。什么时候可能有去大跌的时候，可能这融资盘就要割肉了，之后形成踩踏效应啊。其实国家去在这个位置不停的去做降温，核心的问题担心本身后面的融资盘的踩踏好，第一部分关于指数的这个问题我给大家分享到这。那首先第二部分呢，我们看一下本身重点个股的一个分享。那本周其实谷歌的走势是一般的，或者谷歌本周应该有微跌了大概将近1个点不到，0.78左右。但是谷歌实际上还是走上来了啊，就是328这个位置大家也能。我其实在上周也说过了，它虽然周二可能有个大幅跳空啊，但实际上也是周三就直接把它补上来了。那其实现在的位置还在328这个位置去震荡，因为它现在核心的问题应该是等下周它本身的财报，下下周的财报，在这个位置应该是小幅震荡。其实谷歌这个股票其实它的波动不会特别大，3个点左右波幅已经很大了啊。第二个就是特斯拉，我们可以看一下特斯拉其实在上周的时候我给大家也说过，就是特斯拉现在适合左侧买法，并且在这一天的时候在这一天的时候我又给大家去做分享啊，就是说415到418之间你是可以去做买入的啊。那一天最低是跌到417附近啊，那本周它其实的涨幅还是可以的，本周应该有2个点的涨幅。但是如果你在这个位置去左侧买法的话，你至少有5个点以上的收益啊，在这一天你买至少有5个点的收益啊。特斯拉其实这个股票包括有人问，比如说特斯拉的财报等等的，其实现在特斯拉的财报对于特斯拉可能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啊，因为特斯拉所有的炒作的预期或者是未来的预期，并不在于本身它的车的这个收益到底有多大了，它在于它3个新的业务里面哪个业务最终能落地啊。所以在下周1月28号本身的这个财报，下周3的财报，其实如果有跌的机会你可以去买啊。我想可能本身的财报预期其实对大家可能关注不是特别大，所以特斯拉在预期非常足的情况下在26年其实可以采用左侧的买法，对特斯拉可以采用左侧的买法，因为它大跌每跌10个点你去买一次，每跌10个点买一次，最多买3次啊。理论上买2次也差不多了基本上你可以把你的仓位买够，后面你可以上来涨到10%或者20%踢一次啊，就是可以拿回去做啊。特斯拉可以这样去做。然后英伟达上周我也说了，它在这个区间内的波动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一样的，在这位你可以做区间，你也可以拿着不动。其实你上周如果上周五了，上周一没有卖的时候就是上周五的时候，你比如说到190你没有卖，
然后你在中间跌起来的，如果你没人买，你看再看个收盘它其实涨了0.77就本周还涨了0.77其实和前面的卖的这个高点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差异所以站在位的如果坚信 GPU 的市场很好，那你就坚定的持有，有能力你就做 T， 没能力就坚定的持有Meta 其实这个股票在前面稍微大概去讲了它这个日线专底的这个信号比较明显的。如果你有看盘的话，在这一天的时候，周四的时候，我又提醒他分时，又提醒大家分时可以做买入我有提醒大家分时可以做买入然后周五还是继续往它走了。其实在这个位置本身的信号还是比较明显的，就资金其实对超跌的这个股票还是有关注的。你可以看一下前2周，其实这3个涨得好，后面实际上是除了苹果，待会儿我们单讲这3个涨得好，微软和亚马逊包括 Meta， 说白了就是高低切换其实资金现在的分野业务程度还比较高。那下周实际上看它能不能站稳670看它能不能站670这个附近670这个压力还在大家也能看到670这个压力还在。然后下周三本身28号本身的财报也是直接决定了本身对大家对它预期是不是一致的。然后苹果其实在这个位置应该也跌的差不多了，快到底了。你看日线级别的这个买入信号基本上在周四的时候周三的时候应该已经出现了日线级别，像这一波实际上从288对于了240附近到240附近基本上跌幅也有10几个点，苹果跌10几个点还是多的了但是从周线看周线看其实它的下跌趋势并没有完全止住还有下跌的可能还有下跌的这个预期但在240附近呢，实际上你看了前面的这个分值240这个附近其实可能还要缓和一下，所以下周它继续再跌的概率比较小了下周它可能在这个位置回一下，然后再回场再下来就晚上去冲一下260这个附近晚上看到不到255到260这个附近晚上去反弹一下，遇到压力可能再下来苹果的一个走势好吧微软其实跟 Meta 有点像但它比 Meta 走的可能还要弱一点点。Meta 好歹走了双底当然 Meta 前面是核心实际上是由于其他的事件导致前面的有个底被大家砸了。其实微软在上周也说了，如果能跌破450附近，您可以去做些买入。然后在这位的微软实际上是基本上把底部探明了，就440附近440到450附近。然后你看一下周线实际上是有买入日线在周线和周五都有买入信号所以下周其实它首先要往上走看看能不能首先把这个470这个位置站稳470这个位置站稳这个平台压力能不能站稳。然后下周四的本身的这个财报28号9号的财报看看本身能不能给带来市场预期同样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如果在这个位置如果财报出来大跌，比又回下这个位置可以再去接比如又跌到440或者450附近以下，那你就在位再去接好吧亚马逊实际上也这周走的还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本身周涨幅应该也有差不多平的所以实际上它并没有把前面的前低都跌破。我原来以为它可能要到220这个位置其实上周也差不多225、26就止跌了，然后又往上走了。这个位置如果是站稳了这个240站稳了240这个位置站稳了，那基本上还有机会去挑战258这个高点其实它是唯一一波最近一波并没有把高点打掉的一个股票那7轴奈飞其实我前面也给稍微就讲过在这个位置它所有的下降趋势并没有去破掉。虽然在这天你有抄底的话，你可能是有收益的，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第一个它首先要把这个缺口补掉有88、87附近这个缺口还会补掉还有所有的下降趋势它并没有任何的反转的，也还没有任何反转的。但是你从周线来去看周线来看，在这个位置
这个平台支撑已经打到了，就是85的这个支撑打掉了，打到了在这个位置，它能止跌的概率比较大啊。日线在这里边去做止跌啊，并且这个位置有什么？有资金去买入了啊，看到了吗？有大量的资金在抄底了，80多的这个奶费，好吧。一种在这个地方去抄底，一种是不要的，一种是等它走出来啊，走出来可以去买啊。好，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个股啊，第一个看一下 SNDK 啊，这个股票呢实际上是昨天虽然是有卖出信号啊，实际上群里有人去全仓去做空它了啊，但是我不建议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股票实际上是第一个它盘的并不大，不是那种几千亿的盘子啊，它100亿可以拿20个点啊，它100个亿可以拿20几个点，可以看这一天啊，它这一天80个亿啊，80个亿攒了27个点，所以这一天，并且应该有一个报道，就说30亿美金去做空 SDK， 基本上现在很难受啊。这个位下可能有短部、头部的出现啊，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每一次大跌过后都是有新的更高的这个高点的去把它打掉，并且现在的存储板块的应该是目前确定性最强的一个行业啊，因为存储涨价这个事情可能在未来还要延续啊。如果说本身 AI 关于应用和推理的这个推广再大幅提升的话，那存储的消耗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预期可能还要大。所以这个位你可以做些短线去操作没有关系，但是长期去空它，其实我觉得盈亏比不够啊，所以这个位置如果会有回踩的话，有回踩在1000附近的时候，会再次回踩到这个附近的时候，再去看看啊，有可能因为这波已经确实是涨得比较快啊，短期确实是涨得比较快啊，持有的就可以可以继续持有啊，可以或者是做 T， 没有的这个位置去接盘啊，时间点没到啊，然后就是矿啊，我以矿和有色，包括麦克纳也是跌到趋势线，其实是买入机会啊，支撑线是买入机会啊，大家。因为长期来看，本身金属和矿其实是这一波本身里面确定性比较长的一个周期类的英德尔实际上是什么啊？我昨天在周五里也大概讲了，就是说大跌第一天尽量不要去抄底啊，大跌第一天不要去抄底啊，因为你不知道这一天因为这天只是一个趋势流转的一个开始，你不知道它的走势到底怎么样。其实英德尔如果再跌下来，再跌到40附近或者43附近，42、13附近，这个位置可以考虑去接一点啊，就42到43之间，你可以考虑去接点。先看这个平台，就是14这个平台支撑位到底强不强，能不能撑住。如果不行的话，可能要在这个位置需要横盘做整理，就42附近到43附近，可能还要做横盘整理。那整理完了后再上啊，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可以考虑再去做些买入吧，就42到43之间可以看一下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IKLB 吧，在这个位置实际上是什么？有点走复合头部的这个意思啊，所以在这个位置去买的盈亏比不够啊，你在这个平台上去买是够的，就74附近的这个平台，好吧？所以在这个位置不要去轻易去追高。我们再看一下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其实这一波走的还是比较强的。那实际上周四的时候，由于拼多多的这个分拆上市的消息，可能是有大涨了一下啊。其实它本周的涨幅也走得很好。其实，在上周的时候，我又说过，如果你把周线拿出来看看，它是什么？2次拐头向上的，所以我预判北确在43点之前，它把这个192点这个高点把它打掉，只是一个大概的事件啊。日线级别，如果你仔细去看啊，虽然周五实际上是有大跌啊，有2个点的跌幅啊，但是你看到成交量是大幅缩小的啊，只有22点几亿啊。然后周五的时候是放巨量的，
其实是在170这个位置。原来我说的实际上是160这个撑，164这个位置啊，160的撑住了啊。下次是什么？现在是什么？170这个位置撑住就行了啊，170这个位置撑住就行了。会去挑战182这个目标啊。那实际上在周4的时候已经快摸了180了，快摸了这个位置了，看到吧？啊，所以在那位置也没几个点啊，有能力的做 T， 没能力的你就持有，好吧？我认为他去过这个高点，只是时间的问题，好吧？只是时间的问题啊，要有耐心，要有耐心啊。好，那本周的分享就到这，好，谢谢大家。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呢，记得求关注、求点赞、求评论、求转发，给我们1键3连哦。本期视频就是这样，谢谢大家，拜拜。